爵士唐门第3话的剧情已经公开，这次算是霍雨浩的新生入学剧情。唐雅和贝贝真的算是福利拉满了，因为唐门每一年都有一个可以免考核就入学的名额，这就让霍雨浩非常顺利的加入了史莱克外院，而且还得到了不少好处，就连第1年的学费也减免了。正片开始前，请各位看官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小红带你了解斗罗的一切。贝贝唐雅也是带着霍雨浩游玩了史莱克各个地方，还看到了初代史莱克的雕塑，这就让人热血沸腾了。虽然过去了1万年，但是初代7怪的地位依旧是非常高的，他们也是一起同框出现在了学院的校门口，贝贝还给他们做了介绍。而霍雨浩看到戴沐白的时候，眼中虽然很敬佩，但看到自己的祖先，他最终还是否认了和他的关系，毕竟母亲是被白虎一族给害死的。此外，女神们的雕塑造型也是特别养眼，另外就是黄金铁三角以及秦明学长了，他们都为学院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为此他们的地位也是不输给史莱克7怪的。还有就是4元素学院了，初代4位代表都登场了，像水冰儿、风啸天等人都是出现在了画面当中。虽然如今他们已经生老病死，但是变成雕塑之后，他们依旧是史莱克学院的信仰。而且如今4元素学院也是变成了魂导院，毕竟他们掌控着各种属性的魂师，要最惨的肯定是千仞雪了。说到唐门暗器的时候，唐雅也是表示暗器有击杀神的力量，为此唐三和千仞雪再次出现在了画面当中。千仞雪虽然也回归了，但是直接就被鞭尸了，只是用来衬托唐门的辉煌，这就很可怜，同时也说明很多人物的一些后续都是会在绝世唐门体现出来的。当然除了这些主要人物，反派角色以及一些路人角色也客串了，就比如拍卖会的老板，这次他也是成为了大佬，出现在了车站里面，看着也是很让人熟悉的。果然这个路人血脉还是很强的，竟然能够活1万年，可能后续很多斗一的后人都是会在接下来的剧情里面陆续登场的。相信同学们都知道，史莱克学院一向只收怪物，虽然内院才算是真正的弟子，但是外院同样教学严厉，其中最为代表的就是5大怪物老师，在他们的严苛教导下，班级升学率只有1/10，所以外院弟子都十分害怕他们。如今在剧情中，5大怪物老师霸气登场，2男3女，背后然后燃起熊熊烈火，可见他们的牌面是多么的恐怖。站在 C 位的便是号称灭绝师太的周一，别人也都叫她老姑婆，因为周一将自己美艳的容貌掩盖起来，易容成严厉妇人的模样。不过动画的老姑婆造型还是蛮还原的，难怪会令人害怕。而霍雨浩入学新生1年级，周一就是他的班主任，接下来霍雨浩要在他的教学下遭受非人的折磨，但好在坚持下来，便突飞猛进。而在霍雨浩刚进入史莱克学院，就遇到了龙神斗罗。观众可能不知道龙神斗罗是谁，就是那个坐在躺椅上拿着一本书盖在脸上晒着太阳的老人，而这人就是龙神斗罗，他的名字则是穆恩，论实力已经达到了99级，是当世的绝世斗罗，顶级强者，只是他为人低调，深藏不露，还故意在史莱克外院生活，很多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老人。而霍雨浩见到龙神斗罗穆恩后，就和他打招呼，还亲切地称呼老爷爷，也因此穆恩对霍雨浩很有好感，觉得霍雨浩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孩子，也因此后面穆恩有意无意地帮助霍雨浩，为霍雨浩解决了不少困难和敌人。最后就是王东和霍雨浩了。这一集结尾，作为女主的王东女扮男装进入了史莱克学院，而被分配到宿舍没有多久，霍雨浩就来了。而感觉到有人过来，宿舍内的王东当即开门，而男女主终于是正式见面了。接下来王东将和霍雨浩一个宿舍，也会被分配到一个教室，而两人也将因此慢慢产生感情，最后走到一起。本期内容就说到这，
看完后还没订阅频道的同学，赶快订阅起来，不然下期更新内容就可能看不到啦。我们下期再会。